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卡尔先生，带您掌握周期，财富自由哈。股市的基本面越强，市场就越安全嘛那么看韩国股市呢，就知道恐怕不是大家想这么简单哈。韩国企业的获利呢，也不断的创下新高，但是呢，韩国股市却在半年内六次下跌熔断。那么股市下跌的幅度放大的原因，其实不是基本面好不好，而是在机构撤退之后呢，散户呢用杠杆在接棒。好，基本提到的内容呢，都是卡尔先生个人的观察、观点跟经验分享不构成任何个别投资建议或买卖的推荐请大家投资的时候务必要独立思考，自己多多的收集更多的讯息，自己为自己的投资负责任，做出判断的决定好。首先，那我们来聊一聊基本面决定行情的方向，但是呢，筹码，股市里面的筹码呢，会决定行情的波动上上下下。那么，怎么去看这个筹码呢？第一个要看是谁在买，是散户在买还是机构在买。第二个，筹码怎么看？要看谁在卖。那么聪明钱是在出货，还是只是在换股票？就是把涨高的换掉，继续去买一些比较便宜的。所以这个方向呢，会比金额的高低还要来得重要。那么第三个呢，筹码面要看的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是现在在买入的是用什么钱在买？是用自己的资金，还是用借来的钱在买？那么如果今天是用借来的钱开杠杆在买入股票的话，那么有一个致命特性，就是开杠杆的东西的这个投资部位呢，没有等它回来的权利。什么意思？就是当它跌下去的时候，如果你是自有资金买的话，那你就要安心持有。就基本面不错，等到这个下跌结束之后再往上涨，基本上你手上的部位只是浮亏而已。那还是有可能会涨回来。但是你开杠杆的话就不一样哦，它跌下去之后呢，你就可能被迫怎么样？断头停损。那你的本金就可能甚至大部分都会赔掉，那你就等不到它再涨回来的时机了。就不管基本面好不好，你可能就等不到。所以同样一个利空发生的时候，投资人手上如果是没有杠杆的话，那等于算就是股市回档。但是如果今天投资人的手上是开杠杆的话，那市场上就会出现所谓的踩踏现象。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3个开高杠杆的警讯。第一个是高盛的一个数据显示，6月25号那一周，全世界对冲基金呢，在美国科技股的卖超的速度，不管是用金额还是用比重来看，是过去10年最大的一次。而且卖的数量那么高，在统计学上已经到了4个标准差。等于说是个极端的事件，很少会发生的事件。那么美国科技的7巨头已经被对冲基金呢连续5周净卖出了。那么高盛的交易员也说得很坦白，什么 AI 都买到就会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已经不是那个闭着眼睛只要是 AI 相关类股都会涨的时代了。那么本周呢，还多捅了一刀，高盛呢把台积电移出了亚太购买名单之列，就是等于是高盛开始在建议他自己跟他的客户开始卖出台积电。那么这些动作发生的时候呢，台湾的指数都还在高档附近，所以聪明的钱呢，不是在下跌的时候跑，是在创新高的时候呢，慢慢的在跑。那么而且比较讽刺的一件事情是，5个礼拜前高盛才刚刚发表报告说，对冲基金呢是历史上最重仓金变股的时候，结果在5周内的现在，从重仓变成最快撤退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转变的速度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讯号大家要注意的讯号。再来呢，那么机构卖掉的股票是谁接走？我们来看第2个警讯。美国股市的融资余额呢，在5月呢单月暴增了 8.5%， 已经到了 1.42 兆美金的历史新高了。重点是这个年增率高达 54%。那么在2021年呢的时候，那个时候股市疯狂的顶点，融资余额才9400亿，现在是 1.42 兆。那么今年的2月、3月，因为市场下跌，因为川普发表对等关税嘛，市场下跌。那么融资余额呢连续2个月下降，等于散户稍稍收手，
结果呢，4月、5月行情一回来，不但全部加回去，而且还创新高。好，那么还有一个很少人会去看的数字是什么？投资人信用余额目前是负的9917亿美元，那么是史上最低的。好，所以换句话说，全体投资人的账户里呢，欠券商的钱，从券商借出来操作的钱，比手上的现金还要多了1兆美元。等于说，这个大量的美股投资人都是开杠杆借钱在投资股票哦。那么如果现在你看新闻的话呢，散户的情绪好像没有很亢奋啊，这个就是这一次很奇妙的地方。如果在美国股市有一个在统计散户的乐观跟悲观的指标，在 AAII 散户的这个投资人的指标，7月2号那一周看多的比例只剩下 31.4%，那一周呢暴跌了 14%， 那么看空的呢上升到 43%。但是虽然这个数据感觉上好像散户开始在看空，但是当然是嘴巴上在害怕但是呢基本上大家股票的部位还是非常高。这个就可以看有一个叫 NAMIM 的主动经理人的曝险指数现在是 98.6， 100是满仓。所以基本上散户投资人感觉好像从这个 AI 的指数看，好像看空的比例比看多的多，但事实上手上的部位却还都是满仓。好，那么再来还有一个关键的指标是美国银行的牛熊指标，6月中的这个数据是在 8.8%， 超过8，不是 8.8%， 不是 8.8， 超过8就是卖出讯号，已经连续4周在卖出讯号。那么美国私人客户的股票的配置已经高达了 66%， 是史上最高的时候，而且现金的比重呢是史上最低的时候。那所以嘴上很悲观，手上却是满仓，而且还有着历史上最高的杠杆。那么同时呢，科技基金单周流入，而且你知道吗？科技的基金单周流入123亿美金。其中这132亿里面还有30亿是买3倍杠杆的 ETF， 等于说散户呢，感觉上从指标上虽然是很怕，但是舍不得离场，而且还继续开杠杆，还在留在车上。好，那么再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韩国呢是今年全球表现最好的市场，韩国的 KOSPI 指数上半年呢翻倍半年的时间就翻倍涨。6月22号的时候到达最高点9100点。那韩国股市有 60% 的市值是在三星跟海力士这2只股票身上。那么如果我们来看韩国股市的筹码结构，外资基本上都一直在卖了快1年的时间呢，都在高档获利了结。那么全球的资金再平衡，韩元贬值。那从这几个点来看，方向都是一致的在减码。但是韩国股市到底是谁在接手？是韩国的散户，而且是开杠杆在接股票。因为韩国的这个融资余额已经冲到38兆韩元的历史新高。那么还有一个很关键是，韩国呢也有一个退休基金叫国民年金，它是全世界第3大的退休基金它却因为持有个别股票的比重冲破它自己规定的上限。那么市场传出，光它就有可能会引发480亿美元的再平衡的卖压。等于说，万一他手上的部位出现什么问题，开始卖的话，会引动480亿美元的卖压一起出笼。等于说，接下来只要有比较大的风吹草动，那个波动的幅度是会很吓人的。所以韩国的股市现在是什么？是外资一直在撤退。然后韩国的散户投资人一直在加杠杆，在接股票。好，那么呢，这样的结果呢，就造成了这个韩国股市今年已经有6次熔断了。韩国股市从成立到现在总共有12次下跌熔断，今年的上半年就发生6次。那么不只是6次熔断，今年的上半年呢，因为这个上涨或下跌幅度太大，启动的交易暂停机制就31次。6月23日呢，整个韩国股市崩跌了10%，跌掉910点。
那么前一天呢，才刚站上历史新高9100点。7月2号呢，开盘10分钟就下跌5%，直接熔断。7月3号呢，又大涨回来快6%。好，那但是到7月7号呢，盘中呢又一度下跌了8%。好，第6次熔断，等于一天暴跌，一天暴涨，一天暴跌，一天暴涨。好，那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嘛？为什么韩国股市上上下下的波动会被放大到这种程度？它不是个股哦，它是整个韩国的指数哦。你说个股这样每天上上下下就算了，它是指数哦。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韩国呢有了2倍开杠杆的 ETF 在韩国股市当中。今年5月底呢，韩国的这个政府呢一口气核准16档追踪三星跟海力士的这个杠杆的 ETF， 就是你买这个 ETF。他就只买三星跟海力士2倍做多。好，那开放的原因是因为原本呢，在香港有个海力士2倍做多的杠杆商品，好，去年10月挂牌，那么就一档商品就膨胀了144亿美元。好，那韩国更疯了。好，这个5月底上市之后呢，规模从 4.5 兆韩元一个月就膨胀到15兆韩元，增加了3倍。好，而且买的人呢，92%都是散户。那么，所以这个就引发韩国在野党的大佬安直秀直接开炮批评了。他说，韩国股市搞得跟赌场一样，他要求公开让这些商品下市。所以7月7号崩跌那天呢，14档的这个2倍做多三星跟海力士里面有13档就已经跌破了发行价。好，那么这些商品呢，单日成交13兆韩元，等于是整个韩国股市的1/3，都是这2档个股这都是这个2倍杠杆的 ETF 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呢，就是因为整个韩国股市有这个开2倍的这个 ETF， 那占的比例非常高，才会引发韩国股市上涨下跌这么严重。好，那么有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是，在今年的6月22号。韩国金融监督院的院长李战争公开的这就是画面上这个大哥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初呢是他的失误，太仓促核准这个开2倍杠杆的 ETF 上市。他甚至还想，他在记者会讲什么呢？真希望当时有挡下来。好，那么他还讲了一句话说，这些商品呢只是让券商赚手续费赚到饱。然后让散户去承担代价。那么他也在记者会上公开讲说，为什么当初要核准？他自己也坦白，因为呢，韩国的散户都跑到香港的这个市场去买那个2倍做多的杠杆商品，他们想要把韩国的钱留在国内，所以才会允许这个2倍做多的 ETF 上市。好，但是他公开说，看起来目前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好，那么他讲完这句话的隔天。外资呢就在韩国的股市大卖三星跟海力士跟相关的半导体类股，所以就引发韩国的这个指数单日崩跌了10%，等于基本上就跌停。所以监理机关的警告呢，本身就变成了一个下跌的引爆点。这个就是当杠杆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连提醒大家有风险的这个事情都变成实际的风险。好，那么再来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杠杆呢会把小小的波动放大成那么大，变成熔断？熔断就是跌到不能再跌，就暂停交易。那么以韩国的例子，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因为韩国为什么这样？因为有3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个股太集中了，因为三星跟海力士就占整个韩国股市的60%，那么光这2档股票的波动，就造成整个韩国股市的波动。第一个是第一层原因是个股集中。根本没有分散。第2层呢是什么？是融资跟选择权。融资余额高达38兆韩元。好，那只要一下跌，就会触发追缴令，就是融资追缴，那么就被迫卖出。那卖出价格更跌更多就卖更多，就更多追缴，就变成多杀多。好，那么再来呢，还有一些投资人也会开选择权嘛。好，就是做空的选择权，就会引发它的卖压更大。好，那么第3层还有一个很关键
尤其你有在投资杠杆型 ETF 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听到这一个杠杆型的 ETF 是每天必须进行再平衡，像2倍的杠杆的 ETF， 为了要维持它的倍数，所以呢，一般会在交易时间的尾盘，跌越多的时候呢，它就被迫要卖越多，把下跌的这个的幅度就机械式的放大了，所以国际清算银行 BIS 在今年的这个季报3月份的季报中呢，有提到1月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时候白银发生什么事吗？一天大跌30%。BIS 的报告里面也做了分析，是白银为什么当初会跌幅那么多？因为过去呢，太多的散户呢，透过杠杆的 ETF 继续买，那它暴跌30%，就是刚刚讲那3层的因素都在白银身上发生过，所以3个环节扣在一起了，就引发白银一天就跌掉30%。好，所以这种杠杆加杠杆加杠杆的东西的这个状况，不是只有在韩国股市，在之前在白银的身上也跑出来了。好，那么为什么这个韩国股市的杠杆跟很多国家的杠杆全部挤在高科技股，尤其是半导体类股跟记忆体类股？原因是因为它的波动最大，它的赌博的报酬率最高。那么记忆体是这一轮 AI 行情里面呢贝塔最大的族群。费城半导体上半年涨了77%，光美光跟 SanDisk 这些股价就已经翻倍了。所以如果散户投资人要赌，当然去赌那个波动最大的这个赚的钱才多那么在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故事最好懂，为什么？因为 HBM 的记忆体在缺货，那记忆体在涨价，然后 AI 的这个伺服器跟 AI 的建制有刚性的这个需求，这3个逻辑所以可以说服自己，很容易就 all in 全部投资第3个呢是商品迎合人气跟人潮一看到这个韩国股市，因为看到香港2倍海力士的 ETF 爆红，韩国就一口气同意了16档上市。那你知道这个上市之后，每一天的换手量高达122%，等于每天上市的所有东西每天全部都换手。那么韩国的券商呢，就是往人最多的地方去开这个赌桌来赚这个手续费的生意那么国际清算银行 BIS 呢，在6月底的报告也点明了，现在市场上有3大风险。第一个是世界各国的债务，公共的债务在攀升；第二个就是点明这个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杠杆是很脆弱的还有在通膨再起那刚刚第2点的讲这个非银行机构呢，讲的就是对冲基金这些机构，他们平常呢，他们的杠杆会为市场增加流动性，市场就很容易涨。但是压力一来，它的杠杆部会被迫要赶快调整，赶快卖出，反而会对市场快速的抽走流动性，会放大股价的跌幅。那么全球的对冲基金现在有规模大概12.5兆美元，那平均的杠杆率都已经高达8倍。2016年的时候才5倍，那所以呢，现在连美国的联准会呢，在它的金融稳定的这个报告里面也都提到，金融部门的杠杆带来的脆弱性呢是非常的显著的所以现在散户在融资，机构经理人已经满仓，对冲基金开了8倍的杠杆，你等于是全民皆赌，等于不是只有散户等于连机构投资人都在赌，而且现在这个事情，全民皆赌这个事情全民开杠杆的这个事情，不是只有在台湾跟韩国，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有同样的现象。好，那么再来呢，给大家分享许家栋，他是谁？他是以前的台湾的财政部长，也是央行副总裁。他在7月5号呢，他讲了一个语重心长的话，他的话是可以听听看的。为什么？因为他曾经历经过2次台股的股灾，他就在这个新闻上发表一篇论述，他说现在的台股太热了，连学生都在玩当冲，4代同堂啦，6代同堂啦，在借钱在玩股票。那么全民开杠杆，全民在赌博的情形呢，比1980年代那个时候台湾钱淹卡吧，台湾钱淹脚木的时代还要来得严重。他说为什么？因为在1980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拿自己的钱出来赌，来做投资。亏了呢，即便亏了，也不会对银行产生什么问题。
但是这一次呢，是大家一直从银行里面把钱搬出来赌，搬出来投资股票。好，一旦股市反转的话，整个银行体系很难置身事外。好，那么他还点名了台湾政府的劳动基金，他说这几年劳动基金的绩效呢，全靠台股的多头。那么政府呢，才刚刚把每个劳工呢，因为这个劳动基金赚了很多钱，每个劳工都可以分红11.1万当成政绩在发布。他说，如果股市一旦反转，整个劳动基金的获利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好，甚至不排除赔账。好，那么政大的殷乃平教授讲的话更重了，他说，现在年轻人靠信用膨胀在玩当中，好，就像一个肿瘤一样，在政府持续做多的鼓励下，这个肿瘤越来越大，不把它割除呢，哪一天这个肿瘤爆发开来，就是一场大灾难。好，这个我刚讲的这都不是我讲，这是许家栋跟这个政大的这个教授讲的。好，那么卡尔先生在上礼拜跟大家分享过，台股的融资余额呢，在这前阵子首度突破8000亿台币。那么4种借钱管道，4代同堂、6代同堂，还有包含这个违约交割的金额已经创下历史新高。上礼拜谈完这个之后，本周再加2条，哪2条？第一个，那刚好我的小编有查到，元大投信呢悄悄解除了之前为了要控制风险的质押的这个禁令，解除了，等于说继续呢放水，可以来做这个高杠杆跟融资的这个动作。那么在第二个呢，是台股本周呢就跟着韩股跟美国的晶片股，已经出现单日上千点的重挫。那么隔天呢，又由台积电领军反弹。所以呢，基本上现在台湾股市跟韩国股市一样，波动都被放大了。那么因为台积电就占台股的44%的权重，那么韩国的三星跟海力士呢占了韩国股市的60%，所以你只要看集中度、高杠杆跟散户接棒，这3件事情，台湾股市跟韩国股市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台湾一项都不缺。唯一现在不一样的是什么？是台股的杠杆的 ETF 还没有韩国股市那么严重。那还有台湾股市还没熔断过，韩国股市已经熔断6次了。好，讲到这边呢，我还是要平衡一下。卡尔先生不在看空，也没有在讲崩盘，为什么？因为目前的基本面是真的很棒，现在股市的基本面是真的很强。还有经济的基本面也很强，韩国今年6月的出口创下单月历史新高。那么三星刚发表第2季度的这个财报，它的营业利润呢，是去年的19倍哦，你没有听错哦。它今年赚的钱是去年的19倍，获利创下历史新高。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三星财报公布的当天呢，一样股价照跌，等于是利多出尽。这个呢就是高杠杆市场特征，所以我并没有说基本面不好哦，基本面很好，可是高杠杆的股市就会有它的问题在。那么现在台湾的基本面也是非常好啊，2006年的经济成长率上看10%，你说难听点，几十年来什么时候经济成长率那么好过？所以 AI 供应链的红利呢是真真实实存在，所以基本面是真的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解读方向是，比较好的一个解读的方法是，股市上涨或下跌的方向是要看基本面，没错。但是股市上上下下的这个振幅呢，就要看股市里面筹码的状况。好，那么对您跟我来说，现在是机构持续撤退，在卖股票，在台股市场上，那么散户在接，那么这个就意味着3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股价的波动就会被放大，那么因为散户加杠杆呢，等于就是短进短出的钱。那这些钱只要一旦遇到下跌，怎么样就会追脚踩踏。然后上涨的时候呢，又更多人进来抢，所以它又会涨得很快。所以韩国股市1年熔断6次，就是这种筹码结构必然会发生的这个现象。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容错率会变小。因为现在融资维持率啦、质押追缴的保证金的这个幅度，这一条线，现在离目前的价格越来越近，所以就很容易把小小的股市跌幅就放大成大跌的几率就越来越高。以前跌5%呢只是回档，
现在只要跌个3%、4%，就会触发连锁的卖压，一直卖。好，那么第三个是时间会变短，杠杆的部位呢是没有办法撑过比较长期的修正的。它现在虽然上上下下，万一接下来呢下跌的这个时间长一点，比如说变成2周、3周、5周、6周，那杠杆的钱是撑不住的。好，所以长期投资跟开杠杆是不相容的。好，用借来钱做投资，跌下去，那借钱来投资的人就出场了。好，他就没有等股票涨回来的权利了。好，所以我们呢不能决定这个市场什么时候会由涨转跌。好，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当最后一个接棒那个人。好，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去想。好，所以呢，在现在全民开杠杆、全民接赌的时代，好，可以给大家分享2个建议。第一个是你已经开杠杆的投资人，要把所有的隐形杠杆全部算一次，你的融资啊，你的质押啦，你的信贷啦，你有没有开选择权啊，有没有用期货啦等等，真实的算出你手上的杠杆的倍数，还有大概跌到什么程度，你就会被迫要追缴。好，那么趁股价高档的时候呢，最好降低一下你的杠杆部位，不要等市场来帮你把杠杆部位降低。好，那么手上没借钱，但是你现在还是几乎 all in， 还是持股部位高达 90% 甚至100%的人，虽然你没有追缴的风险，但是你有波动的风险。别人被断头的时候，你可能会被错杀。那如果你愿意保留更多的资金，等于说你未来有更多的子弹可以打。好，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拥有自己的资金，避开杠杆的这个商品，你的优势呢，就是你没有时间压力。好，那么到了我投资做公益的这个时间了。非常感谢最左边的 Eric， 中间的 Starkey 跟这个三宝妈响应卡尔先生我投资做公益。那么也很感谢阿毛、梅兰、蒜香排骨饭，响应卡尔先生我投资做公益。那也很感谢最左边的韩小姐。那我本周呢，又捐钱给这个台湾的太祖慈善会，捐棺材跟捐这个丧葬的这个救助费用，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清寒的家庭，他们可能在处理这些事情、这些丧事的时候，会比较需要帮忙。那么卡尔先生在这边也呼吁全世界的观众朋友，可以响应卡尔先生我投资做公益的活动。无论您人在哪里，如果愿意参加这个活动，你只要捐钱或捐物资之后，可以透过 email 或 Facebook 的 message 把您的收据传给我，一起我投资做公益。我投资做公益。好，那么再等一下呢，10点这个会员直播呢，好的技术形态学的部分，我会来聊一聊油价跟石油类股，还有这个恒生指数跟港股。为什么？因为刚好呢，油价、石油类股跟恒生指数跟一些港股刚好呢都跌到了这个支撑的价位。那么出现技术形态上的买入讯号。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这是石油。这是石油，你看它从这个之前的高点大概110几块钱，从之前高点110几块钱跌下来。那这一条呢刚好是颈线。那跌到这个颈线的时候，支撑住了，好像开始往上。这里我再画一下，这里出现了一个技术形态上的破线翻。那么等一下我就会分享为什么出现破线翻呢？它可能就是一个进场的一个讯号，进场加码石油或石油类股的这个讯号。在等一下的这个会员直播里面会来跟大家分享。那一般股价跌到支撑又出现破线翻的时候呢，为什么是个买入讯号？等一下我会更详细的来做分享。还有这个破线翻应该要怎么观察？有兴趣的可以欢迎大家加入这个会员频道。加入会员频道。然后呢，明天晚上晚上9点也有会员的直播，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这个内容。好，那么今天来讲一点特别的卡尔先生碎念。卡尔先生碎念的时间。各位投资朋友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做投资到现在或者你在工作或经营事业到现在，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还蛮顺的，有的时候很不顺？那也有人一直很顺，那也有人一直高高低低，一下顺一下不顺，一下顺一下不顺。那么卡尔先生呢，
除了研究投资快30年的这30年的时间，我在最近这几年呢，也一直开始学习身心灵啊，跟玄学等等哈。我跟大家讲，很有可能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为什么你的投资一直不是很顺啊？或者是明明钱赚很多之后，怎么最近都开始赔？好，来，我跟大家讲，很有可能是什么？很有可能是福报。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呢，在灵性的世界里面呢，有所谓的福报库，就像一个水库一样，我们每一个灵魂来到世间呢，都有一个福报的水库啊。那这个福报的水库里面呢，就累积着你的这种福报。那么福报是会被用得掉的哦。你平常穿的衣服、吃的食物，然后你工作赚到的钱，尤其是投资赚到的钱，都是从你的福报库里面把福报领出来用。或者你遇到一些好的事情，贵人啊、好机会、好运气，那你等于不断的每天你就会兑换这个福报，把这个福报拿出来兑换。好，那么兑换都没有问题。好，问题是你这里面的这个累积的这个福报，像这样水库里面的水，万一被用完了，你就会发现怎么事情会越来越不顺。所以最关键的点是什么？是福，不是不能用，用没有问题，你是要去补充啊，要去补充这个福报。这也是为什么卡尔先生从5年前开始就建议大家跟我一起投资做公益，做公益活动，付出你的金钱，付出你的这个时间，或付出你的物资等等，本身就是一个累积福报很不错的方式。好，这是为什么我从几年前开始就有意识到说，跟大家分享很多投资理财的这个事情。为什么有些人我分享4个标的，6到7个会中，有些人就是在投资的时候再怎么样都挑到这6、7个，有些人就挑到没中的那3、4个，或者说有些人呢，我跟他分享的东西他就能听懂，然后他就可以发展出自己一套投资的方法。那有些人再怎么讲他就听不懂。我告诉你，很多时候这其实不是懂不懂的问题，其实是福报的问题。好，那我讲到这边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不相信说真的有福报这种事情。来，那么我们就来举几个证明。你看看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发生，或你隔壁的亲朋好友有没有发生。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种东西叫新手运？你想一想，你这辈子第一次做投资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赚钱，很顺？或者你第一次打保龄球，第一次进行一个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都特别顺。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刚好在用掉你的福报，正在用你的福报。那可能第1次、第2次、第3次都很顺，用了几次之后，等你的福报用完，你又没有补充它的话，你会发现就越来越不顺。好，这是第一件。这个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在你身上或周边朋友身上有没有。再来第2个，我们这个中国人啊，或台湾老一辈的人都会讲，人什么时候会好运？娶某前生囝后会好运。好，娶老婆之前，跟生小孩之后，这里面逻辑是什么？每一个灵魂来到这个世上都有什么？都有刚刚这个福报库。当夫妻2个人结婚的时候，等于是2个人的这个福报库呢，就会开始混在一起，不能说混在一起，开始可以交叉应用。好，所以很多人在结婚之后呢，老公的运势会突然变好，或老婆的运势会突然变好。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当中，假设你本来的福报库是比较少，对方比较多，结合在一起之后，你就刚好可以用到对方，你就会突然觉得运气变好。好，再来第2个，为什么说生小孩，不管是男孩女孩之后，爸爸妈妈都会变得比较好运？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小孩是直系血亲嘛，一个新的灵魂小孩来到这个世上，他也带来这个福报库，他的这个福报库呢，就会跟爸爸妈妈家族的福报库会彼此交流在一起，等于说又有新的一个福报库进入这个家族里面，就会让整个家族呢，搞不好又不是搞不好，就基本上就应该会多出来更多的福报可以使用。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人会讲说，娶某前生囝后的运气会特别好。好，所以刚刚这2点就是说新手运跟娶妻前这个生子后运势都会变好。你去想一想，你生命当中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好，那么我想今晚的分享就到这边，愿世界和平，愿大家健康、平安、财富自由。大家晚安，晚安。